最近这段时间，关注南海消息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向来对中国的南海岛礁有所图谋的菲律宾，近期又是幺蛾子不少。这件事情真要算起来啊，那最早还得追溯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华啊，这本身是一个好事儿。马克思访华成果主要是和中国签订了大量投资协定，对于两国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事情。连回国之后的马克思自己都炫耀说，单是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就已经高达242亿美元，这比美国和日本加起来对菲律宾投资的总额还要多。其实按照正常逻辑啊，菲律宾拿了中国那么大的投资，应该在事关中国主权利益的问题上安上下来，否则这笔投资能不能拿到还是两说。但是菲律宾它偏偏不走寻常路，前脚刚签订中国的贸易投资协定，后脚立刻跟美国人套近乎。不是说菲律宾不能跟美国来往啊，就是正常发展两国外交关系倒也没什么。问题是现如今的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那是个什么态度，只能说地球人都知道。凭空造谣抹黑，虚空捏造，无所不用其极。果不其然，菲律宾这一波跟美国合作确实也不是啥好事，公开宣布开放9座基地进驻美军，并且更进一步的计划中还包括了扩建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我国南海岛礁，将其改造为军事基地供美军进驻使用。而菲律宾这么做的目的则是为了借美国人的保护，在被中国9段线所囊括的南海海域内盗采油气、天然气资源。如此一来，结果就很明显了，菲律宾这是既想要中国的投资，又想开采中国的资源，再把美国人拉来扯虎皮拉大旗，从而实现对华强硬。有句话说得好，软饭硬吃啊，站着把饭讨了还不讲理，说的就是菲律宾这情况。菲律宾如意算盘打得响，但另一方面，中国显然不会惯着。稍早一些时候，菲律宾主动跳出来说，中国方面有42艘舰艇出现在了中业岛海域附近，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渔船和民用船只，但有一部分带舰炮的中国海警船，以及一艘中国海军056A 型护卫舰护航保护。这一情况让菲律宾大为紧张，判断可能是中国要夺回中业岛的前奏。菲律宾方面也立即加派舰艇与直升机前往事发海域。可是等到第二天菲律宾派直升机再过来看的时候，好消息是中国那艘056A 护卫舰走了，坏消息是来了一个更大的052驱逐舰哈尔滨号赫然现身在中业岛海域附近。中国海军不是撤走，而是支援了一艘更强力的主力舰接替护卫舰前来换防。哈尔滨号驱逐舰战斗力远超菲律宾海军现役所有舰艇，哪怕菲律宾海军全家桶一起上都不一定打得过的一艘船，这可把菲律宾人给吓了个够呛。按理说中国也展现实力了，该表明实际态度也都表明了，将侵占的南海岛礁改造为美军军事基地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被中方所接受。但菲律宾到这份上，他仍旧不死心，继续加码，拉上美国人一起升级局势，准备在南海海域展开联合军演。为了表明对菲律宾的强力支持，美国将派出包括 F-22 隐身战机、海马斯火箭炮在内多种先进主力装备，前往菲律宾参加本次联合军演，并进行实弹打击，并计划由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300毫米战术导弹，向南海岛礁黄岩岛海域发起打击，模拟击沉一艘靶船。美菲两国一系列举动是在针对谁，自不必说，但这也让很多人好奇，菲律宾主动邀请美军介入，把事态升级到了实战演练，打靶示威，那我国又会如何回应？而伴随着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日前被我国渔民和海边游客拍摄到离开港口出动，答案显然已经揭晓。山东号航母上一次演练结束回港的时间是在今年1月，按照常规动力航母的正常维护周期来看，现在也确实到了山东号恢复战力可以再次出港执行任务的时候。另一方面，入役4年执行了诸多实战背景演习之后，现如今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山东号距离真正形成可靠战斗力只差一次远洋实际考核。这就好比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做好了所有备考准备，复习完毕，现在只需通过最终考试证明自己实力一样。本次山东号出港演练是否会是广大军迷们期待已久的远洋考核任务？借这次任务完成的契机来官宣实际战力形成，竟然可以像辽宁舰那样担负起战备值班任务这些目前来说还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山东号航母本次出港演练必然能对近段时期在南海小动作不断的美国和菲律宾形成有效的遏制和强力回应。目前美国海军在南海附近海域，除了一艘部署在泰国近海方向上的马金岛号闪电航母可用之外，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型航母舰队，并且
缺乏配套的航母编队主力舰进行掩护。简而言之，目前南海海域水上战力对比是我国海军占据绝对优势。南部战区不光有山东号，还有4艘新锐的05大驱和1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更有岸基航空兵部队和火箭军的中程弹道导弹强力支援。现在既然菲律宾联合美国主动升级局势，那我们不妨奉陪到底。美国人向来信奉谁的拳头大，谁就有资格说话。正好在南海海域比拳头大这件事上，中国还真就不怕美国的挑衅。